了讲透美白这件事儿呢，前不久我分为上下集更新了16型美白法的详细内容，于是我就收到了很多有关美白的问题，所以今天就是一期开门见山的美白问题答疑，希望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。先回答一个问的最多的问题，就是说变黑的类型不是有4种吗？那在一个人的身上有可能同时出现2种类型吗？万一我这个4种类型全占了怎么办呢？首先说答案，会，就是我们的脸上有可能同时出现多种类型。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？千万不要同时解决，而是要一个一个解决。为什么不能同时解决所有问题呢？因为我们这美白成分每一个成分它都有一些刺激性，那你叠加的越多，这个刺激性就越大，那可能不但没有白，反而还过敏了。所以说我们不能一下子把这几种类型的产品全往脸上招呼，而是要一个一个的去解决。那一个一个解决的时候，我们按什么顺序去解决呢？先从比较容易的、周期短的、见效快的去入手，然后再解决那些比较难的、周期比较长的类型。按照顺序来排布的话，就是晒黑型、红黑型、暗沉型和黄气型。具体使用什么产品呢？小伙伴可以回看一下16型美白法的下半集里面的相关的产品介绍。下一个问题，已经长了干斑，怎么去除呢？首先咱们要说一下干斑这个名词呢，其实是一个比较通俗的叫法，它是中医上讲由于肝气郁结而产生的这些症状，而不是说它真的和肝脏有关系。这种类型的斑，它的学名就是黄褐斑。黄褐斑呢，一般跟我们的内分泌包括激素的变化有关，所以呢，很多女性朋友在生孩子前后或者进入到更年期的时候会长黄褐斑。那已经长了的话怎么办呢？首先呢，要说明一点，化妆品是做不到祛斑的，它只能淡斑。因为很多黄褐斑呢，它长在皮肤比较深层的地方，比如说真皮层或者比较深的表皮层。那我们的化妆品在用的时候，因为皮肤屏障是一个完整的系统，所以随着这个产品吸收的越深，它这个浓度就会越低。等吸收到你斑的附近的时候，它这个浓度已经远远达不到起效浓度了。那有人可能会问，那我这个浓度加高了，用高一点不就行了吗？但也不行，因为浓度特别高的时候，你表皮使用它的安全性就又不能保证了，它会刺激你，你会过敏，反而达不到你想要的效果。那如果你真想祛斑怎么办呢？我建议呢，就是咨询医院的皮肤科或者美容科的医生，来看看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医美项目可以帮你把这斑给去了。常见的项目呢，就是比如说点阵激光、超皮秒、光子嫩肤等等。那具体选择哪个项目呢？咱们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找正规的医生来给你建议。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，就是在我们做完祛斑的这些项目之后，还要去注意预防反黑和反复发生长斑。那这个预防措施呢，有2个关键动作。第一个呢，就是防晒，因为防晒可以通过杜绝紫外线的刺激来杜绝让你反复长斑，而且即使这个斑已经长出来了，防晒也能帮你让这个斑不要长得太深，不要长得更多。那第2个动作呢，就是我们可以去积极的修护屏障和选择温和的美白产品。相关产品呢，我们可以去参考红黑型和黄气型的产品，比如说含传明酸的 VC 衍生物的，或者是熊果苷等等类型的温和型的美白产品。再说第3个问题，有好几个小伙伴问呢，为什么我洗完脸或者敷完面膜之后，我的皮肤很白，但是过一会儿就又暗沉了，又黑了呢？那这种情况我需要美白吗？这种现象啊，特别多的人有，但是它分为2种情况。第一种情况就是你是个油皮，那你在刚洗完脸的时候，你脸上的油都被洗掉了，所以呢，它显露的是你皮肤本来的颜色，它就很白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又出油了，出来的这个油它会氧化，氧化之后这个油它是黄色的，甚至是酱油色的，你就觉得自己变黑了，变暗了。那像这种情况的人呢，他需要用的产品是要一边控油，一边要给你出的油来抗氧化的这类的产品。
比较典型的呢，就比如说像含有3氧乙基抗坏血酸这样水油双溶 VC 的这样类型的精华，比如说科颜氏的安白瓶，这种类型的产品呢，可以帮你的出的油进行抗氧化，你的这个白就维持的久一点。归根结底，这不是一个肤色问题，而是一个你出的油的氧化问题。第二种情况呢，就是你是一个干皮，那你在洗完脸和敷完面膜之后，因为你短时间接触了很多的水，所以你的这个皮肤的水合度会有一个大幅度的升高，这个皮肤看起来它的通透度就会提高，你看起来就更亮了，就更白了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这说明在正常的情况下，你其实是黑的，只有在特殊情况下，你才能白。那这个白它是一种假象，它不是真的白。那会提出这样问题的朋友呢，大多数属于4种变黑类型中的黄气型，因为前面3种类型很难因为你洗个脸敷个面膜就看起来白很多。那我们在选产品的时候就选黄气型，然后干皮相关对应的产品就可以了。说到这儿呢，再嘱咐大家一句，就是敷面膜虽然可以很快让你看起来皮肤很通透，但是我建议呢，每周还是不要超过3次，因为反复频繁的让皮肤水合度升高会带来一个副作用，就是它会让你的屏障变得脆弱，外面的刺激更容易进到里面来，让你的皮肤变得更敏感。第4个问题，那这被晒之后没有被晒黑，但是被晒出斑了，它属于4种变黑类型中的哪种呢？先说答案是红黑型，因为它的生理链条其实是这样的。当你接收到紫外线的刺激之后，你的皮肤细胞会产生炎症，炎症来刺激黑色素的生成。那红黑型它的关键也是由炎症引发的黑色素生成，所以这种类型属于红黑型。相关产品呢，我们可以去参考红黑型里面相关的含传明酸的这些产品就 OK 了。下一个问题，传明酸吸收性不好吗？答案是的。我们化妆品的成分呢有4种化学性质：亲水的、亲油的、水油两亲的，还有水油两疏的。其中呢，越亲油的吸收性就越好。那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我们皮肤细胞的细胞膜是由磷脂双分子层来组成的，这个磷脂呢就是一种油，所以说如果这个成分越亲油，和磷脂双分子层的亲和性就越好，它吸收就越容易，就越快，就越多。而传明酸呢不是亲油的，它是亲水的，所以它跟这个皮肤的这个细胞膜呢有一个天然的排斥作用，它的这个吸收性就不好。但其实我们也不用过分担忧，因为做配方的人，这些化妆品品牌比用户更担忧这个问题，所以他们会采取很多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，比如说给传明酸进行包裹、进行脂质体化，或者把配方做成纳米乳等等形式，他们都会去促进传明酸的吸收。比如说资生堂的专利成分 M 传明酸，它就是给传明酸包裹了。还有呢，很多产品会搭配烟酰胺或者多元醇或者酸来促进传明酸的吸收。所以说，只要是正规品牌出品的产品，咱们就用就行了。下一个问题，微针也会刺激皮肤，那为什么微针做完了之后皮肤反而变好了呢？提这个问题的朋友，他可能是比较疑惑，因为我之前说一切类型的变黑都来源于一个刺激，那这微针也是刺激啊，为什么用完了之后皮肤反而更好了呢？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说的这个刺激和微针的刺激，它完全是2种类型的刺激。我说的这个刺激呢，比如说紫外线的刺激、内分泌变化的刺激，它呢是非常复杂的，是有链式反应的，是化学的，是生理的。而微针的刺激呢，它是物理性的，是单一的。举个例子，好比说你的皮肤是你们家房子，那我说的这个刺激呢，它就是说你们家呢进来一个贼，那这贼呢可能会偷东西，可能会打砸抢，你也不知道，所以你只能跟他互搏，激烈抗争。那在这个过程中，你们家就一团糟了。那这微针的刺激呢，就是你们家外面飞来一石头，把你家窗户砸破了，你把窗户修好，你们家房子就完好如初了。那为啥微针用完了皮肤会变好呢？
咱们平时使用的这个微针呢，它一般是0.25毫米到2.5毫米之间的极小的细微的针头，它通过在你的皮肤上制造微创口，来促进局部胶原蛋白和 EGF 的生成，来让你的这个微创口修复。修复的过程中，就把你的这些陈旧的什么痘疤呀、印记呀，就一起重新愈合，重新长了一遍。所以你在做完微针之后，你会觉得你的皮肤比之前更好。但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，微针有的时候是用于让其他产品吸收的更好来使用的。你想啊，在你的皮肤上扎了很多洞，那后面不管用什么产品，它不是都能吸收的更多吗？对吧？那如果这个产品它有刺激性，那你这个刺激性也会被放大好几倍。所以这就有一个风险，在于说你后面用的这个产品是什么产品。那这一点呢，我就特别提示一下大家，希望大家都在正规的医院，在正规的医生的指导下去使用微针这个产品。下一个问题，干皮不适合烟酰胺吗？其实在我们化学领域有一句名言，就是脱离用量谈功效都是耍流氓。所以说，高含量单方烟酰胺可能因为控油不适合干皮，但如果你是一个适合的含量，再给它搭配了一个足够保湿的体系来做成成品的话，干皮依然是可以用烟酰胺的。那为什么我在16型美白法里面说到烟酰胺的时候没有推荐干皮使用呢？是因为用于美白的时候，烟酰胺的推荐用量要在5%左右或者5%以上，这个用量对于干皮来说有一定的控油作用。但并不是说干皮不能用烟酰胺，因为比如说3%到4%的烟酰胺做成的修护乳、修护霜，在修护上对于干皮也有很好的功效。一句话总结，干皮可以用烟酰胺，但干皮用烟酰胺一般来说是修护用的，而不是美白用的。下一个问题是，有一个朋友说呢，当他用手机自拍的时候，觉得自己的皮肤毛孔粗大，而且有很多红红黑黑的小点，看起来特别粗糙，问我怎么办。这呢，其实不是一个肤色的问题，而是另外一个领域，是有关毛孔的问题。因为我呢看不到你皮肤的照片，所以我只能猜，那你这些红红黑黑的小点点，它有可能是糖化型毛孔和炎症型毛孔的混合体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我们皮肤内部的炎症和糖化体现在了毛孔上，就是这个毛孔变黑了，变深了。如果想判断具体是哪一种呢，我们可以把这个皮肤照片放大，来仔细来看这个毛孔的形态。如果这个毛孔呢是这个边缘有点发黑，而且它的下面好像隐隐约约还有一些红色的浮包的话呢，它就是炎症型的毛孔。那如果是这个毛孔呢，这个下面没有发红，但这个毛孔边上发棕色的话呢，就是糖化型的毛孔。市场上比较普遍的毛孔处理方式呢，一般是用泥膜来清洁，或者用酸来剥脱，或者用 A 醇来缩小毛孔。但其实呢，我们的毛孔有5种类型，而不同的类型有不同的解决方法。那对于这个朋友的问题，如果他是炎症型毛孔的话呢，我建议他使用这个舒缓抗炎类的产品，对脸部整体进行舒缓和抗炎这个动作。当他的炎症慢慢的消退的时候，皮肤足够舒缓的时候，这个红红黑黑的这个点点呢也会消失了。那具体怎么选舒缓抗炎类的产品呢？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，它要根据你的肤质去决定。比如说，如果你是油性皮肤，你想抗炎的话，你可以用金缕梅、金盏花或者油橄榄；但如果你是干性皮肤，你就要用神经酰胺或者 B5来进行抗炎。这个问题因为非常的复杂，而且毛孔的这个类型也非常多，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，我们后面可以针对毛孔问题来讲一期专题，来给大家讲解具体我们怎么判断自己属于什么类型的毛孔，该用什么样的产品来解决。如果你觉得这个专题是你感兴趣的，请在评论区告诉我。我是配方师星星，如果你喜欢听护肤科普，喜欢看产品测评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关注我。